一周过去，快和我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有趣的科技新闻和各种软件项目吧。这是一个 Windows 上的小说软件，看起来很普通，甚至有点简陋。但当我按下 F12 把边框隐藏掉，按下 Ctrl 加 T 把它置顶，再使用 Ctrl 加滚轮调整一下透明度，它就变成了这样，可以完美的隐藏在电脑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哪怕是老板站在身后也不一定能发现。它叫 Reader， 是一个开源、免费、绿色的开源小说软件。但我认为最大的作用就是像我上面演示的那样，非常隐蔽的摸鱼。而类似这样的摸鱼小说软件还有很多，建议收藏本视频，你早晚用得到。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，可以在 VS Code 的扩展商店中搜索一个叫 Thiefbook 的插件，安装完之后，在插件设置里设置一下小说目录，小说内容就会出现在左下角的状态栏中，按下 Ctrl 加逗号和 Ctrl 加句号进行翻页。如果有人来了，按下 Ctrl 加 M， 它就会随机变成一种语言的 Hello World， 快速隐藏。使用 IDEA 或者 PyCharm 比较多的，可以在扩展中搜索 Chapter Reader， 安装完之后，在 Tools 菜单中就能找到它的设置，可以选择在线阅读或者本地阅读。Chapter Reader 支持3种阅读形式，默认是在左下角，也可以调整为代码弹出框、导航栏。Thief 是一个支持 Windows、Mac、Linux 的多平台摸鱼软件，不只可以用来看小说，还支持网页摸鱼、视频摸鱼、直播摸鱼、PDF 摸鱼。它的口号就是一款真正的创新摸鱼神器。ScriptCat， 这是一个可以执行用户脚本的浏览器扩展。这么说可能比较难理解，换种方式来说，它是一个兼容邮猴所有脚本，且提供了更强大的 API、更多功能、更好看页面的浏览器脚本管理器。它可以从原版邮猴上无缝迁移过来，且在邮猴的基础上增加了后台脚本、定时脚本、云同步、脚本合集、编辑器等多项功能。在使用邮猴的用户可以尝试一下。Bullcrap Uninstaller， 这是一个 Windows 上的卸载工具，使用它可以快速大量移除 Windows 上不想要的软件，支持批量卸载、强制卸载，且卸载之后可以清理残留文件，轻松整治流氓软件。FileCodeBox，这是一个用来匿名分享文件的文件快递柜，用户可以上传文件，同时选择有效期，之后会生成一个5位数的取件码，其他用户可以通过取件码像取快递一样把文件取走。原神，米哈游发布公告，由于原神与小米服务器合作运营的策略调整，原神小米服务器即将关闭。2024年10月20日上午6点停止充值注册，2025年1月20日中午12点关闭游戏服务器。小米服务器的账号数据可转服至官方服务器。苹果发送邮件通知，从2024年12月18日起，如果想要 iCloud 进行备份，至少需要系统版本为 iOS 9。iOS 8以下的系统将不再支持云备份，并且苹果将会删除这些设备现有的备份。如果用户想要继续备份，只能手动备份到电脑上。黑神话，2024年金摇杆奖正式揭晓，该奖项由全球玩家投票选出。黑神话悟空获得了最佳视觉设计和最佳年度游戏2项大奖，同时 TGA 年度最佳游戏奖项提名也正式公布。黑神话悟空共获得了年度最佳游戏、最佳动作游戏、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游戏指导4项提名。Suno， 音乐生成 AI Suno 正式发布了 4.0 版本，新版本拥有更好的音质，可以创作出更好的歌曲，且能提供更加丰富的歌曲结构。我觉得歌曲是一种非常好的创作形式，所以使用 Suno 创作了一首歌。我在键盘上敲击编织梦想的我，远远的种子悄悄种下希望它生长。心血结晶，我骄傲的分享，复制粘贴一键下载，理直气壮势不可挡。创新的生命为何要这样？我的创意你怎能就这样抢？代码的天空你遮蔽了光，但原创的火会烧成伪装。所以请记住，每个字节都有重量，消息的你终将面对真相，原创的声音永远响亮。在这数字战场，我是主宰，无人能挡。移动，中国移动 5G 消息自2024年12月1日起开始收费。
发送文本消息每条1毛，发送图文每条3毛。5G 消息是一种多媒体信息技术，使用它可以在短信中收发图片、影音、表情、定位等内容。我的评价是某绿色软件邪魅一笑，就这也想挑战我？6. 微信。微信正在内测一项新功能，如果把它打开，微信会在14天后自动删除原图、原视频，只留下压缩过后的较模糊版本。此次更改或许可以极大减少微信的存储占用情况。7. 其他消息。可折叠柔性屏幕制造商柔宇正式被宣告破产。摩尔线程发布了新版本的驱动，正式在 Win10 和 Win11 系统下支持 DirectX 12和 OpenGL 4.2。红米品牌发布了由全部大写字母组成的全新标识。浏览器扩展篡改猴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猴，正式上架苹果应用商店。淘宝上线去砍价功能，部分商品购买时可以沟通商家所要优惠。1. QQ Team 大规模闪退。11月17日晚，使用 NT 架构的手机电脑版 QQ 发生了大规模闪退的现象。由于架构的 bug， 导致只要在 QQ 群中发送包含漏洞的代码，软件就会自动闪退，并且重新启动之后还是会继续闪退，只能通过清除聊天记录来解决。根据该漏洞发现者的描述，此次发现漏洞纯属偶然，闪退是因为发送的代码修改了 QQ 中的 JSON 数据，从而引发了异常。QQ 没有对异常进行捕捉，从而闪退。2. 谷歌。美国司法部要求谷歌出售 Chrome 浏览器，以打破谷歌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。谷歌回应称，此议程太过激进，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，并危及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。此外，还有小道消息称，谷歌正在开展一项多年项目，计划把 Chrome OS 转配为 Android， 从而增强在平板电脑上的竞争力。3. OpenAI。马斯克和 OpenAI 打官司，多封私人邮件因此被曝光。这些邮件中有 OpenAI 是怎么成立的，马斯克为什么和 OpenAI 分道扬镳等信息，感兴趣的可以找来读一下。4. 俄罗斯。俄罗斯数字发展部副部长在 IT 论坛上宣布，俄罗斯将在明年推出打击诈骗的国家平台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开始首次量产可以躲避核爆炸的模块化掩体。关于开源精神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精准、特别具体的定义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应该包含以下特点：合作、分享、开放、平等、尊重。而作为普通用户，我认为尊重是最重要的。大部分的开源作者，甚至很出名项目的开源作者，都几乎是没有收益，或者只有很少的收益，全凭热爱在写代码。每一次的不尊重，都是在消耗这份热爱。热爱没了，项目可能也就没了。所以，如果项目帮到了你，应该对他的作者足够的尊重，随手点一个 star， 遵守开源协议，碰到问题积极反馈，有能力参与开发，尊重劳动成果，都是尊重的表现形式。本周 iPad 喜加一游戏为 Beholder 旁观者，这是一款策略冒险游戏，玩家扮演一名房东，通过各种方式监视用户房间，并发现他们的秘密。Steam 1.9万人评分，好评率 91%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雪梨舅舅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